Back off. Oh, I'm starting to want you to make me. Big man in a suit of armor. Take that off. What are you? Genius, billionaire, playboy, philanthropist. 当钢铁侠没了那身铁壳子，他真的就什么也不是了吗？托尼用钢铁侠3给出了最硬核的答案：老子能打，从来不是靠装备。在复联1的纽约大战中，托尼扛着核弹冲进虫洞，用自己的命让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救世主。但谁能想到，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人私下里患上了焦虑症，因为那场大战他意识到地球在宇宙级别的威胁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他会突然无法呼吸，浑身发冷，心跳过速。一到晚上更惨，眼睛一闭，全是外星人从虫洞里涌出来的画面。谁要是在他面前提到与内战上相关的字眼，他当场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只有躲进战甲里才能找回一点点安全感。为了能随时保命，他疯狂研发出了几十套战甲，地下室直接被他改成了钢铁军火库。眼前这套就是第42代，江湖人称浪子。托尼给他加了全新的黑科技，只要在体内植入一枚微型芯片，就能隔空召唤战甲随时上身。可惜这项技术刚研发出来，还处在测试阶段 ，bug 多到令人发指，也因此被观众调侃为反托尼战甲。I'm the best. 更加社死的是，好几次托尼半夜做噩梦，潜意识触发召唤，战甲直接飞过来，把小辣椒吓得魂飞魄散。这一天，一个叫基里安的科学怪人找上门来说有项目想跟斯塔克工业深度合作，他当场秀了一段黑科技，调出了和自己大脑实时联动的立体 3D 影像，声称这项技术能通过基因编辑让人体拥有可再生记忆，甚至能激活大脑里从未被开发过的区域，把人类变成究极体。就在两人聊得正起劲的时候，哈皮偷偷给托尼打了视频通话，因为他突然想起这个基里安他们早就见过，时间往回到13年，托尼还是个满世界泡妞的花花公子，那会儿他正在撩一个叫玛雅的妹子，同时还认识了一个中国医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瘸着腿的基里安第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当年的基里安是托尼的铁杆粉丝，他直接凑上去毛遂自荐，说自己发现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实验项目，想让托尼一起搞。可当时托尼满脑子都是和新女友亲热，等其他人都走了之后，就随口打发基里安去天台等他5分钟。基里安当真了，满心欢喜的以为大佬对他的项目有想法。回到房间，托尼发现玛雅正在研究一种叫绝境的病毒，据说这东西能修复一切生物损伤，一旦攻克，全人类都能告别残疾和绝症。旁边那盆植物就注射了绝境病毒，好奇的哈皮手剑把其中一片叶根拔断了，接着植物竟奇迹般的恢复了原样。可没想到下一秒就发生了爆炸，很明显这项病毒技术还远远没有成熟。托尼对玛雅的才华欣赏的不得了，当晚两人就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而天台上那位吹了大半夜冷风，连托尼的影子都没等到。此时的托尼压根想不到自己随意放的一次鸽子，在13年后会酿成大祸，所以说千万别给老实人画饼。哈皮觉得基里安这趟来绝对没安好心，搞不好是想拐走小辣椒恶心托尼。托尼对小辣椒倒是100%信任，完全不当回事儿，敷衍2句就挂了。小辣椒这边也觉得这项技术怎么看都像生化武器，毕竟托尼早就下令关停了斯塔克工业的武器研发部门，他也尊重这个决定，所以直接拒绝了基里安。哈皮越想越不放心，偷偷记下基里安的车牌并一路尾随，果然让他逮到了。基里安的马仔萨文正跟一个男人做着见不得人的交易，男人离开时，哈皮假装路过撞翻了对方手里的箱子，趁乱顺走了里面的东西。但萨文眼睛尖得很，当场看穿了他的小动作。萨文想把东西抢回来，哈皮一拳砸在他脸上。诡异的事来了，萨文脸上冒出暗红色的光，被砸他的鼻梁几秒钟就修复如初。哈皮还想补第2拳，萨文一把攥住他的手，像扔小鸡一样把他甩飞10几米。可就在这时，那个男人突然吸了一口手提箱里的东西，转眼间他浑身烧得通红，痛苦地求萨文救他。结果萨文扭头就跑，而这股狂暴的能量瞬间把男人从内部撑爆，炸成了一场小型灾难。哈皮被炸成重伤，好几个路人当场丧命，灰飞烟灭。就在哈皮陷入昏迷之前，他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恐怖画面。被炸断了脚的萨文全身像烧红的熔岩一样，几秒钟的功夫断脚就重新长了出来。这一刻哈皮才意识到，眼前这货已经不能算人类了。看到哈皮躺进 ICU， 托尼的怒火直接冲到了天灵盖。哈皮跟了他这么多年，早就是家人了。他觉得这次爆炸事件跟曼达林发起的恐怖袭击很相似，爆炸中心产生的热量都会瞬间气化周围的一切。安顿好医院的事，托尼直接冲到记者面前，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曼达林宣战。更疯的是，他连自己家地址都报出去了，意思很明确，不服可以来找他，正面硬刚。回到地下实验室，他开始拼凑现场的线索。贾维斯帮他重建分析后发现，那场爆炸温度飙到了3000度，可他查不出对方是使用什么物品引发的爆炸。
爆炸过后，整个现场连一块炸弹碎片都没找到，这让他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顺着哈皮手指的方向，他翻出一块特种兵的狗牌，他顺着这根藤摸下去，调出近期所有爆炸案的数据，只保留温度超过3000度的，最终锁定田纳西州。那里发生的一起爆炸案跟哈皮遇袭的模式几乎一模一样。托尼立马让贾维斯规划飞往田纳西的路线，刚查完就来了不速之客。托尼瞬间紧张起来，套上战甲准备开干，没想到进来的不是敌人，是前女友玛雅。小辣椒一看到玛雅，脸当场就绿了。托尼还没来得及解释半句，两个女人之间的火药味就直接拉满了，正吵得不可开交。玛雅突然在监控里看到一枚导弹正朝这边飞来，几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导弹就已经撞破窗户飞了进来。